我觉得他看的不是只有我，他看的或许是我所代表的全部的人类。就是那个是我大概看过，它是我经历过最寒冷的一个春天，但是我却在那个最狂暴的暴风雪里面看过我至今最温馨、最温暖的画面。那就是在零下，就体感温度48度的北冰洋上，然后你就会看到母海豹这样顶着风雪，然后因为其实他们诞生之后，然后妈妈还是要下海去捕食，宝宝就会在冰洋上面，因为宝宝这时候还不能下水。然后那他都在等待妈妈回来喂他，可是妈妈一回来之后就发现哇，因为冰洋是一直在移动的，所以他回来之后就发现宝宝不见了，然后他们就要必须找对方，然后你会在冰洋上面看到宝宝就很焦急的叫妈妈，然后妈妈也很着急的找宝宝，然后可是我觉得动物之间有很特别的一些本能，他们就是可以在很多群体里面找到自己的小孩。他们怎么找？他们就是会鼻子对鼻子，然后碰触，然后最后知道说啊，这是他自己的宝宝。但是你知道他们在冰洋上诞生，每年几十万头，可是每年加拿大都要猎捕几十万只的海豹。更可怕的是，从2015、16之后，这一片冰洋就快速的融化，所以现在你已经找不到这个栖地，因为每年都有数十万头小海豹因为海冰融化，因为他们通常要1个月他们才会换毛，然后他们才会游泳，可是如果海冰在1个月之内就融化的话，他们就来不及长大，所以最后就数十万只小海豹就溺死了。你有见证到那个差别吗？就是14年、15年的时候去，到现在去，那个海冰已经不能再去了，因为我们怎么去海冰？就是我们要从陆地上坐直升机，然后开始去找那块海冰。那个海冰非常非常广大，然后广袤到你就是很难想象，然后所以你通常要飞大概1个小时。你才会找到他们诞生的浮冰，可是现在你已经找不到浮冰了。现在是变成海水就是海了，对。所以那一片栖地已经不在了。所以在2010年之前，我采访都是大企业家、大人物，然后我总共出5本书嘛，所以我在2010年之前，我出了3本。金钟也是5座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金钟5座，对。然后第1本书教大家创业，第2本书教大家理财，第3本书教大家花钱。所以我在2010年之前，我的所吸收的知识都是跟理财、创业，然后金字塔顶端的成功、胜利、消费相关的。可是从2010年之后，就是从南极大陆，就是我人生的大转弯，职场拍摄的东西的大转弯。所以从2010年以后，我看的这些资料可能都是比如自然生态纪录片、人文关怀纪录片，然后还有当然就是那个地理杂志啊，然后或是 Nature 期刊啊，国外这些。然后那更重要的是，我在这15年间，我可能采访了国内外也许已经有上百位的科学家了，对。然后从极地的科学，然后海洋，然后大气的专家，然后还有任何动物相关的鲸豚的学者，然后或是黑熊、北极熊，对，企鹅，然后海洋哺乳动物这些，对，所以这些知识的累积，就是从采访，还有就是研读，还有实际的记录观察。请问北极熊，请问企鹅，请问大翅鲸，没有一个是我可以安排，但是他们却都来到我的镜头前面，告诉我他们想要传递给我们人类的讯息。
所以后来我觉得我不光是记录者，我不光是见证者，我有的时候成为一个 messenger。对，我在传递这些没有办法为自己言语、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动物和生态，他们想要传递给我们的讯息。就是今天在北极熊身上发生的事情，明天可能就是在我们身上发生。对，然后而且你知道极地有一个科学名词叫极地放大效应。其实我们就想一下，南北极好像我们家的冷气机，如果你家冷气机坏了，你家应该会越来越热，然后你会热到受不了，你会开始中暑，然后热衰竭。其实地球是一样的道理，就是南北极就好像地球的冷气，然后当冰很多的时候，夏天大家都喜欢穿浅色衣服，因为不会吸热。可是你想想看，当冰融化了，没有冰覆盖，全部都是深邃的海洋的时候，它就吸更多的热。所以你越暖化，海冰融化越多，越少，那深邃的海越多，它就吸更大的热。所以你知道南极是全球均温就是上升的4倍，北极熊的故乡斯瓦巴群岛是全球气温均温上升的7倍。所以极地的暖化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对，所以那里的一点点的变化就会影响到我们全部的地球。你会在电影里面看见台湾，然后你也会看见台湾的科技实力，因为现在台湾的科技能量就是已经举世闻名了。对，所以我相信对全世界来讲，就是因为我们台湾虽然小，可是其实我们的碳排也是名列前茅的。对，但是我们有这么棒的科技能量，然后我相信在未来我们要人类如何扭转这个暖化的劣势，我们台湾一定 can help。 你看到那只熊，它就闻到了，就是知道海水结冰了，它就开始往海边的方向走，因为它已经饿了5个月了。它在陆地上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它只好去森林里面挖野莓。你想想看，一只几百公斤的大熊，一个掠食肉食者，它在森林里面，它只能吃野莓，它只能捡海边的海藻。所以当它知道海水结冰的时候，它迅速的到海冰上，然后接下来你知道那个画面是，它看到海边，它就躺在海冰上，你知道他的那个脸那个表情，就好像我们可能熬夜8天7夜没睡觉，看到床铺的那个，你知道那个画面，我到现在都好难忘。他就一直在冰上面磨蹭，我觉得他在告诉我说，他终于回到他海滨的家了。然后我们在那里记录他，你知道我真的当下热泪盈眶。然后最后我觉得他发现我在看他，其实我距离他有100公尺，因为北极熊动作很快，你知道它时速大概40-50公里，没有人可以跑得赢它。他好像察觉到我在拍他，所以他就站起来，站在一个冰上，然后开始看着我。我觉得他看的不是只有我，他看的或许是我所代表的全部的人类。我和很多科学家，我们都有的时候觉得有一点沮丧，然后他就告诉我说，不要放弃。他说，所以当你觉得沮丧的时候，你就想一想，有这么多的保育人士，这么多站在前线的科学家们，他们持续在做这件事情，然后那这些故事一定会让你觉得开心。他说那你就想这些开心的事，然后继续的做下去。所以他就告诉我，不要放弃4个字。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圈圈里，一个人的力量可能有限，可是全球有80亿人，如果80亿人都做，那就会是一股很大的力量。那我们可能一开始不要那么贪心，我们就是台湾好了，2300万人。如果2300万人，只要有1半的人开始做这件事情，那它就会是一股很不可忽视的力量。对，那更重要的是，如果那些有影响力、
有决策能力、有制定政策能力的大人物们也看见，然后也开始做，那个速度可能会更快。